吴先生，欢迎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想先让您介绍一下自己，您的人生经历中，什么事情使您开始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您又是如何越来越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的？首先很高兴能够接受你们的采访，在你们的这个努力下，退团人数达到这个4亿人的这个关口，这是一个很喜庆的一个事情。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是吧？我是一个福建人，16年的时候，我成为了这个中国人权律师团的一个人权律师。至于你刚才说到我是如何认识这个到中共的这个邪恶的这个问题啊，那可能这个跟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有关啊，主要在读书时期啊。那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家庭呢经济比较困难，是吧？然后呢就选择了这个休学，到外面去打工，是吧？想通过打工来赚点钱，来负担自己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那我那个时候大概是17岁左右，读高一的时候，我就跑到了这个上海，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是吧，一直书本当中都讲到是中国中共的这个书本里面宣传的这个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国家，多么美好的一个社会，多么公平的一个国家。然后呢，人民是国家的这个主人，共产党是新闻队，是吧？是啊，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和教育过程中，一直是接受这样的一种思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我们一直都是在接受这样一种观念的这种灌输，在这样的一种洗脑教育下，对吧？那我去了上海以后呢，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城市之一。因为我们小时候记得我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东西是上海生产的，比如说什么上海牙膏，什么上海的这个自行车，什么凤凰自行车等等。那也就是说，对上海是有很美好的这种记忆的，是吧？那么我们去了上海之后呢，那时候是97年，我们就并没有感受到这些东西，也就是说，现实的这种遭遇跟你书本中的这个描述，你会发现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可以我们虽然说不能说这是被社会主义铁锤给直接砸到，但是你可以这个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党，也就是中共他对你的这种欺骗和误导，是吧？因为我们发现到了上海以后，工作很难找，我会发现这个上海老百姓的这种底层百姓的这种生活，其实是非常艰苦的，甚至感觉他还不如我们乡下人的那种生活状态啊？为什么呢？他们四世同堂的都有，住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弄房里面，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是吧？这是一个他们居住非常的局促。第二呢，那些弄堂里面啊，就这些百姓的生活啊，每天早上就是我们讲那些痰盂啊，晚上的那夜壶啊，是吧？都是在马路上直接倒在马路上一个专门收集粪便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他们生活是非常不方便的，而且呢，那个恶臭也是满巷子飘的，特别是早上的时候，大家洗刷马桶的时候，那个恶臭，那人们就是生活在那样的一种的，而且是97年了。对，那时候是97年了。对，香港都要回归了，对，香港要回归了。对，上海是中国的这个经济中心，一直是那30-40年代是东方巴黎嘛，就是一直是中共引以为傲的这么一个可以拿出来向国际上展示所谓这个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这么一个城市一个窗口，对。但是你看到的它的这个高楼大厦嘛，它都是在外表上，就像
北京一样，你开车，你在机动车主干道，你往两边看，全都是很好的建筑。对。但是你只要往里面开，那个大广告牌后面就是那个砖瓦，而且是拆的破破烂烂的，就是居民的真实的生活。对，它就是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它在演示里面给你营造了一个非常漂亮、美丽的一个大都市，然后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喜乐，多么的幸福的那样的一个社会生活状态。但是，对，你进到了那个社会的真实的这个走进这个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完全是跟电视里面是完全是两个世界，是吧？然后那里的这个工人，工资也很低，很窘迫了。在97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问题，那它就引起我一个思考，这个跟我见到的你们书本中宣传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主人翁的这个状况，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世界，对吧？包括电视上宣传，对，包括电视上宣传的，包括你书本中宣传的，包括你新闻报纸里面宣传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它就引起我的思考了。那这个国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中共的这种虚假的这种宣传呢，就开始有质疑了，是吧？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中共的这种邪恶，认为他这个邪恶的这种程度，是吧？那后面呢，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们就对中共的这种宣传呢，就开始抱着迟疑的这种态度了，就不再那么像之前一样很单纯的去信任他，去相信他媒体的宣传的一切，电视里宣传的一切，报纸里面讲，是吧？就不再那么信任了。那回到校园之后。呢，就开始有意识的去了解一些事件和一些历史，是吧？就关于中共的，那个时候有很多这种地面的这种我们也不叫地下书刊，就是那种地摊的这种，地摊上卖了一些书，对，但是那时候它就是监管，它不像现在这么严，所以但是那些书商呢，为了让人买书，他总要找一些禁书，你有好奇的，对，所谓禁书，或者你是老的客户，他信任你，你问有没有什么书，就是不能摆在外面的书，他可能会拿出来一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地摊的这种书上就可以看到你刚才讲的这些所谓的禁书。是吧？就是中共不允许你公开发行的，在国内买不到的一些禁书，是吧？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些书籍关于这个896事件的介绍，是吧？然后也看到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一些评述的一些这个书籍，是吧？那就更加从这样的一种阅读当中呢，就更清楚的知道中共的它的这个。他真实面目，对真实的面目，是吧？然后就让我也回想到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读3年级的这个经历，因为我读3年级的时候是刚刚好就是896事，发生的那一年，是吧？896事发生的那一年，因为你会发现历史在那里就很巧合的就把你给拉近了。因为当你小学3年级的时候，你不知道北京天安门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你从媒体上新闻里面他告诉你就是北京暴乱了，暴徒冲上街头了，暴徒去打砸抢了，暴徒去屠杀军人了。对，那你焚烧公共汽车怎么讲？反革命暴徒嘛。对，然后解放军是怎么样平息暴乱？对，就是怎么那种描述的就是他们很坚韧。对，很克制，然后呢，任由那些暴徒来对他们进行攻击，是吧？当时他们反正就是完全是反。对他把他们塑造一个天底下，把屠夫塑造成了一个天底下最可爱的人。那个时候我们也相信了他，是吧？但是当你在读了高中以后，接触了更真实的历史之后，你发现这些东西都不符合事实。
是吧？跟我们所了解到的真实世界是两个回事，而且也更清楚了。8964当年的学成式上街是为了反关岛，是吧？这是反关岛引起的，对吧？然后后面开始认为中国才开始打出这个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这样的一种旗帜。对，反对投机倒把，那些人就是他们也就所谓他们当官的，他们官倒倒来倒去的。对，他们利用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双轨制，对，是吧？用手中掌握的这种权力资源，对于这种社会的这种控制的这种资源，来倒卖这些稀缺的物质和产品嘛，所以就导致一部分人这个报复，就是当然最主要就是官僚跟他们相关的人报复，是吧？当时就应该来讲，当时8964事件跟这个跟这个事情的发生是有关联的啊，是有关联的。这是我们当年通过一些地下书刊的这种阅读呢，了解到的一个更真实的一个历史，是吧？那通过这样的阅读当中，就回到你刚才说的，让我们的确知道了，中共它这样的一个集权的这种体制，它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政体，是吧？它不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世界是怎样子的，真实的百姓的生活是怎样子的，它会给你描述一个很美丽、很幸福、具有很多光环的一个社会。但是这样的生活，普通的百姓并不拥有。相反，这样的生活，我们发现什么呢？权贵有。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权贵他们可能是享受这种生活，但是基层的百姓跟他所描述的生活是两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觉得中共这个体制是不对的一个体制，是吧？它不公平，是吧？它至少是不公平。然后对于百姓的这种剥削和压榨，它并没有像书本中介绍的那样，它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剥削者和压迫者，是百姓的一个人民的这个剥削者和压迫者。啊，这个是我那个时候对中共的一个开始的一种一种从内心里开始一种反抗。对。那您后来您是人权律师了，您后来在您的工作当中，是不是有许多事情使您更加的清醒的看清了这个中共的本质就是邪恶？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就是从高中开始认清，有了对中共有了更深刻的这种认识之后，那我们对社会的很多的这种现象就会有观察，也会有阅读不同的这种跟中共的这个统一的声音不一样的这种声音，我们就会经常去注意到，包括这个南方周末。等等，包括那这个是一个过程，是吧？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始终就知道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好东西，它绝对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就对中共一直就是抱着一种就知道他不会干的是什么好事，是吧？那么至于自己成为律师之后呢，就更加直接的接触到了这个社会的这个现状，就是说你很多的这种经历，通过你律师职业代理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发现的更多，是吧？也许原来可能是你会发现那些事情可能离你很远，是吧？但是社会上报道的书籍里面说的很多这个揭露中国丑恶现象的东西呢，你会发现在做了律师之后，他就真实的来到了你的身边，是吧？比如说关于呢贪腐问题，这个公检法办案人员的贪腐问题，我们就很直接的感受到，是吧？当事人如何去贤惠这些公安的，如何去贤惠检察官的，如何去贤惠法官的，是吧？为什么呢？他们也没办法呀，他如果不送点钱，他不办事，是吧？那这个就很直接的让我们感受到中共这个邪恶的体制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体制，他的这种集权导致的整个社会的腐败和溃烂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那而且呢，也直接感受了这个社会的体制制造的这种不公。你如果是一个无权无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的话，你很难
在中共的这个集权控制下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呢，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结果，是吧？普通的老百姓，你往往要遭受面对相同的事情，你会遭受更多的这种苦难，对，更多的这种折磨，是吧？更多的不公平的这种待遇，是吧？比如说有的案件，因为你是有关系的，是吧？你有金钱，你有这个耗伤 ，OK， 你也许可能要判个几年了，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名义给你搞个很短的刑期，你就出来了。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OK， 他甚至会在你本不应当承担的刑期上再给你加重处罚，是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社会不公，他利用这种权力，利用这种金钱的这种腐败的这种方式，利用这种权力权势的这种地位，是吧？来制造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种不公平，是吧？那这是我们很直接的，经常会办案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这种事情，是吧？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的这种当事人找我们诉说他们的这种遭遇，是吧？就是公安经常会什么殴打这个被嫌疑人。他甚至还不是嫌疑人，他们把你叫做嫌疑人。对他甚至他有时候你只是一个很轻微的违法行为，是吧？那你可能只是因为你违反治安处罚条例，最多说到底是治安处罚条例。对，就是很轻微的一些违法行为，甚至它不涉及到这个犯罪，但是呢，他们一旦把你拉到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监管的地方的时候，比如说派出所，是吧？那你就不是属于你的，是，就是他们，经常就是我听到不少的当事人就给我们抱怨，他们一到了派出所的时候，他们就被殴打，暴力殴打，有的是警察直接殴打，有的就是警察唆使这些辅警来殴打他们，是吧？为什么呢？你只要敢于反抗，或者是你认为他们专理不公，敢质疑他们，他们就用这样的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对待你。而且他们会拉到哪里呢？拉到这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拉到摄像头照不到的死角，直接殴打你。当事人很无助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非常弱势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出来找我们，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维权，但是我们也告诉他，在中国的这种现行的这种体制下，像这样的一种事情，你往往很难，你的权利是很难得到保护的，是吧？你是很难保护的。这是那从这样的一种事情当中的话，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他的这种邪恶，是吧？因为我们对他的这种虚假，他的这种邪恶，是吧？还有包括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在上海的职业过程当中呢，就是也遭遇了很多这种强拆，是吧？我们当事人也会来找我们寻求律师，看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他们的权益，是吧？那有的他们就是一个非常野蛮的违法的这种强拆行为，但是你老百姓面对这种强大的这种暴力击击的时候，你毫无办法，是吧？他们有的人就在强拆现场就被殴打，然后你去报警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反而成为了一个，你本身应该是说是因为你利益受损受侵害，你应该要得到法律的保护和特别是得到公正的这种对待，对不对？但是不是，他们不仅现场被这些强拆的人这个暴力相待，他们报警完之后，警察往往把他们拉到甚至是跟这些强拆的人是站在一块的，当然实际上他们也是一块的，只是有时候表面形式上他们觉得跟我公安无关，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是吧？所以很多人本身是寻求这个公安部门来维护他们的这种权利的，结果到了这个他们反过来成为了一个加害者，是吧？拉到派出所，有的人还被第二次暴力这个殴打，是吧？这个是我们都有实实在在这个案例的，经历过的这样的一种事情，而且有的人就直接被以各种名义
因为你看拆迁嘛，反对他们这个强拆，对吧？他会各种名义把你给追捕了，是吧？给你搞个寻衅滋事，是吧？等等这样的一种，或者是你如果不是寻衅滋事 ，OK， 他会查你的背景，啊，你这个人干过什么事，做了什么生意，有没有偷税漏税？对他就是想办法整你。对，就是他其想办法整你。实以这个经济利益为追逐的目标。因为他们拆迁完了，他们从国家拿到很多拆迁款，他们给补贴的给这个住户的补贴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对，是很小的，甚至有的是不给，对，甚至有的是不给他让你没办法对抗他。其中有一个当事人，他也是看他们强拆，做经商的人当中，他算是有一点影响力的人。那他以什么名义来搞你呢？你不同意政府的拆迁，对不对 ？OK， 他就查你所有的问题，查完之后，OK， 拿出了一个什么呢？说你这个涉嫌重婚。为什么呢？说他这个为了，因为上海很多人为了让子女在上海读书，对吧？那可能就跟上海人结婚了，是吧？但是能够结婚，他也往往也是那边离婚，这边再办一个结婚，但是他都会给你想方设法扣上一个重婚的一个帽子，逼迫你要接受他们的这个强拆，是吧？把你关到看守所里面，那林种种，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的例子。那还有呢，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代理的这种宗教信仰案件当中，比如说法轮功的案件当中，是吧？那很多的这个法轮功学员，他们就遭到这种构陷。您接过这样的案子？对，我们也每年都会我是从2017年开始，每年都会接几起这样的案件，是吧？法轮功学员找到您本人，还是找到您的律所？然后一般是找到我本人，对，找到我本人，是吧？我们都会有代理这样的案件。也很感谢您能站出来为我们发声。这本来也是我律师职业的一部分，职责的一部分，就是说，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这种合法权利，是我们做一个律师应当做的一个事情，是吧？